1985年嘅寶馬山雙屍案，如同一道深深嘅傷疤，至今仍讓人不寒而慄。呢宗被譽為香港10大奇案之一嘅慘案，表面上看似一宗普通嘅同黨犯罪，但係深入挖掘之後，卻發現佢折射出嘅係一個時代嘅縮影，一個社會轉型期嘅陣痛，以及人性最黑暗面嘅赤裸展現。當我哋回望呢一宗發生喺40年前嘅案件，會發現好多鮮為人知嘅細節同埋角度，呢啲比時間塵封嘅真相，比案件本身更加令人深思。從80年代香港獨特嘅社會環境，到破案過程中嘅超自然傳聞，從主犯彭順義嘅心理剖析，到案件對香港司法制度嘅深遠影響，每一個層面都值得我哋重新審視同埋思考。呢個唔僅僅係一宗謀殺案嘅回顧，更係對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群迷失青年嘅深度解剖。透過呢啲不為人知嘅角度，我哋或許能夠更好咁理解點解呢宗案件會喺香港人嘅集體記憶中留低如此深刻嘅烙印，以及佢對後來香港社會發展所產生嘅深遠影響。1985年4月20號，一個看似平凡嘅週末下午，17歲嘅肯尼斯麥布萊同埋18歲嘅尼可拉梅亞斯呢一對英國籍情侶選擇到北角寶馬山嘅賽西湖公園溫習功課。佢哋絕對想唔到呢個決定會讓佢哋成為香港犯罪史上最慘烈案件嘅受害者，亦都想唔到佢哋嘅死亡會成為一個時代結束嘅象徵。呢對年輕情侶嘅背景本身就充滿咗時代特色。佢哋就讀於香港英童中學啦，呢一所學校後嚟改名為港島中學啦，係當時香港殖民地教育體系嘅重要組成部分。喺80年代嘅香港，英籍學生與本地學生之間存在住微妙嘅社會階層差異。呢種差異唔單止體現喺教育資源嘅分配上，更體現喺社會地位同生活方式嘅唔同。肯尼斯同尼可拉代表嘅係當時香港社會中相對優越嘅一個群體，佢哋享受住殖民地體系帶嚟嘅特權，卻亦都因此成為咗某啲人眼中嘅異類。案發當日嘅情景，如今回想起嚟充滿咗諷刺意味。兩個年輕人選擇喺山坡上溫習，享受住青春嘅美好時光，呢一本係最純真無邪嘅畫面。然而，就喺同一時間，5個來自完全唔同社會階層嘅青年正喺附近遊蕩，尋找住佢哋口中嘅獵物。呢種巧合背後隱藏住80年代香港社會深層次嘅矛盾同衝突。當我哋深入分析呢5名兇手嘅背景嘅時候會發現一個令人震驚嘅事實，佢哋並非傳統意義上嘅問題青年啊。24歲嘅主犯彭順義係一名技工，20歲嘅譚士歡係護衛員，25歲嘅趙偉文係侍應生，17歲嘅張有恒亦都係侍應生，只有16歲嘅尹三龍年紀最細。從職業分佈嚟睇啦，佢哋都有正當工作啦，並非無業遊民啦。呢個發現讓整個案件變得更加複雜同埋令人不安啊！因為佢打破咗人們對犯罪分子嘅刻板印象。更令人深思嘅係，呢5個人嘅犯罪動機極其簡單，甚至可以話係荒謬嘅。據尹三龍後嚟嘅供詞佢哋當日只係路過寶馬山，睇下有啲乜嘢獵物可以打劫一下。呢種隨意性同偶然性，反映出嘅係一種極其扭曲嘅價值觀同道德觀念。佢哋將犯罪視為一種娛樂，將他人嘅生命視為可以隨意踐踏嘅玩物。呢種心態嘅形成絕非一朝一夕，而係整個社會環境長期影響嘅結果。要理解寶馬山雙屍案嘅深層意義，我哋必須回到80年代嘅香港嗰個充滿矛盾同變化嘅時代。80年代嘅香港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嘅轉型期，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問題並存，傳統價值觀念與現代化衝擊交織，形成咗一個複雜而動盪嘅社會環境。喺呢個時代背景底下，香港嘅公共屋邨成為咗一個特殊嘅社會空間。呢啲由政府興建嘅廉租房屋，原本係為咗解決住房問題而設立嘅，卻意外地成為咗同黨文化嘅溫床。據當年參與電影《同黨》拍攝嘅演員梁十一回憶，80年代嘅屋邨係一個警察都唔敢進入嘅地方。呢種描述聽起上嚟可能有啲誇張，但卻真實咁反映咗當時嘅社會現實。
喺嗰個年代咧，屋邨內部咧形成咗一套獨特嘅江湖規則，斬人、打劫等暴力事件發生嘅時候咧，警察咧往往選擇等待屋邨內嘅人咧自行了結，然後咧先至入善後。呢種唔干預嘅態度，實際上係對屋邨內部權力結構嘅默認同縱容。更令人震驚嘅係，屋邨仔甚至會故意引誘警察上天台，然後將佢哋困住。呢種對執法權威嘅公然挑釁，喺今日睇嚟幾乎係不可想像㗎。呢種特殊嘅社會環境培養出咗一代特殊嘅青年啊！佢哋喺物質匱乏嘅環境中長大，卻喺情感上異常緊密。同黨嘅形成往往唔係基於犯罪目的，而係基於一種對歸屬感同認同感嘅渴望。喺缺乏正當社會支持嘅情況下呢啲青年只能夠喺同齡人中尋找慰藉同力量。然而，當呢種群體認同與暴力文化結合時，就產生咗極其危險嘅化學反應。彭信義呢個主犯嘅形象呢，喺某種程度上咧，代表咗嗰個時代同黨文化嘅極端表現。據當年負責抓捕佢嘅探長麥基納描述咧，彭信義嘅外貌極其特殊，個身好長，腳好短，兩隻手臂好粗壯，個樣好兇惡。更令人印象深刻嘅係，連喺獄中嘅少年犯見到佢，亦都會避開；遠處聽到佢把聲，都會生理性驚到全身震晒。呢種描述呢，就讓人聯想到某種原始嘅野獸般嘅威懾力，彷彿佢天生就係為咗統治同埋恐嚇而存在嘅。然而，最令人不安嘅唔係彭信義嘅外表，而係佢嘅心理狀態。據翁靜晶律師透露，彭信義喺犯下寶馬山案嘅前2週，仲曾經殘暴咁強姦咗一位外籍警官嘅妻子，但最終咧冇被起訴。呢個細節咧揭示咗一個令人震驚嘅事實。寶馬山案並非彭信義嘅第一次重大犯罪，而係佢犯罪生涯嘅一個高潮。呢種連續性嘅暴力行為反映出嘅係一種深層次嘅心理扭曲同埋道德淪喪。更加令人深思嘅係彭信義喺犯案後嘅行為，佢唔單止冇表現出任何悔恨或恐懼，反而多次喺公開場合炫耀自己嘅戰績。喺渡海輪上面，佢大次次咁攞出受害者嘅球鞋，向朋友吹噓呢個係殺咗鬼仔得嚟嘅戰利品。呢種行為背後反映嘅唔單止係對法律嘅蔑視，更係對生命嘅極度漠視。喺佢嘅價值觀中咧，殺人似乎咧成咗一種咧值得炫耀嘅成就。呢種扭曲嘅心理狀態咧，令人不寒而慄啦。呢種炫耀行為最終成為咗佢嘅致命弱點。一名有正義感嘅市民聽到佢嘅吹噓後，選擇跟蹤佢並向警方舉報。呢個細節揭示咗當時香港社會嘅另一面。儘管存在住各種問題同矛盾，但普通市民嘅正義感同道德底線依然存在。正係呢種嚟自民間嘅正義力量，最終讓兇手繩之於法。案件嘅破案過程本身亦都充滿咗戲劇性同神秘色彩。警方喺調查過程中罕見咁動用咗催眠技術，希望能夠從目擊者嘅潛意識中挖掘出有用嘅線索。警方催眠師楊志滔博士對外籍行山人士進行咗長達8到10日嘅催眠調查，雖然最終冇直接破案啦，但係呢種嘗試本身就反映咗當時警方嘅創新精神同埋對案件嘅重視程度。更加神秘嘅係喺催眠過程中，據講發生咗一啲超自然嘅現象。有傳聞話喺催眠某位目擊者嘅時候，出現咗疑似死者上身嘅情況。一位原本唔會話英語嘅阿婆突然開始話英語，並詳細描述咗案發經過。雖然呢啲傳聞嘅真實性無法驗證，但係佢哋反映出呢宗案件喺香港人心中留低嘅深刻印象，以及啲人對超自然力量介入正義嘅渴望嘅。當我哋深入分析寶馬山案嘅犯罪過程時，會發現呢個唔單僅係一宗普通嘅搶劫殺人案，而係一場人性泯滅嘅集體表演。整個嘅犯罪過程持續咗近3個鐘頭，呢個時間長度本身就說明咗問題嘅嚴重性。呢個唔係一時衝動嘅結果，而係一場有組織、有預謀嘅殘酷折磨。根據尹三龍作為污點證人嘅供詞整個犯罪過程呈現出一種令人髮指嘅遊戲化特徵。5名兇手將殺人視為一種娛樂活動啦。
佢哋咧喺簡妮嘅頸部放上木棍，然後企喺上邊大力踩踏啊，美其名曰玩搖搖板啊。呢種將殺人過程遊戲化嘅行為，反映出嘅係一種極度扭曲嘅心理狀態。佢哋已經完全失去咗對生命嘅基本尊重同敬畏。更加令人震驚嘅係喺整個犯罪過程中咧，彭信義展現出嘅不僅係暴力，更係一種變態嘅控制欲。佢唔單止自己參與強姦同埋虐待，仲強迫其他同夥參與，並以死亡威脅嗰啲試圖退縮嘅人。呢種行為模式揭示咗一個重要嘅心理學現象啦。喺群體犯罪中，往往存在一個具有強烈控制欲同埋施虐傾向嘅核心人物。佢哋利用恐懼同埋威脅嚟操控其他人，讓整個群體成為自己犯罪意志嘅延伸。從心理學角度嚟睇，其他4名參與者嘅行為咧，同樣值得深入分析。佢哋並非天生嘅殺人犯，而係喺特定情景下被操控同脅迫嘅受害者。然而，呢個並唔能夠成為佢哋逃脫責任嘅理由。心理學研究表明，喺群體壓力之下，個體往往會做出平時絕不可能做出嘅行為。呢種現象被稱為去個性化。喺寶馬山案中，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呢種心理機制嘅運作。普通嘅青年喺群體壓力同恐懼驅動之下，逐漸失去咗個人嘅道德判斷能力，最終成為咗集體犯罪嘅參與者。特別值得注意嘅係2名未成年犯罪者張有恒同尹三龍嘅心理狀態。佢哋喺犯案時分別只有17歲同埋16歲，正處於人格形成嘅關鍵期。喺呢個年齡段，青少年往往具有強烈嘅從眾心理同埋對權威嘅服從傾向。彭信義作為年長者同埋大佬，對佢哋具有天然嘅心理威懾力。當面臨生死威脅嘅時候，呢2個少年選擇咗服從。呢種選擇雖然可以理解，但係其後果卻係災難性嘅。案件中最令人不安嘅細節之一係對女受害者尼可拉嘅殘酷虐待。兇手們不僅對佢進行咗輪姦，仲用木棍同汽水樽對佢進行咗極其殘忍嘅折磨，導致佢左眼球跌出啦，全身傷痕達500幾處。呢種超越咗一般犯罪範疇嘅極端暴力，反映出嘅係一種深層次嘅仇恨同埋扭曲。從社會學角度嚟睇，呢種對女性嘅極端暴力往往同社會地位嘅不平等同心理補償機制有關。喺80年代嘅香港，英籍女性往往代表住一種無法企及嘅社會地位同生活方式。對於嚟自底層社會嘅青年嚟講，佢哋既係羨慕嘅對象，亦都係仇恨嘅目標。當有機會對咁樣嘅高貴女性施暴嘅時候，呢種長期積壓嘅心理不平衡就會以最極端嘅方式爆發出嚟。呢個唔僅僅係性犯罪，更係一種象徵性嘅階級報復。案件嘅另一個令人深思嘅方面係佢對香港司法制度嘅深遠影響。由於2名主要犯罪者喺犯案時未滿18歲，佢哋嘅刑期需要等待英女王發落。然而，隨住1997年香港回歸嘅臨近，呢個法律程序變得極其複雜同埋敏感。呢2名少年犯嘅命運喺某種程度上成為咗香港政治轉型嘅一個縮影。更加戲劇性嘅係，受害者家屬最終選擇為尹三龍求情，希望佢能夠獲得寬恕同重新做人嘅機會。呢種寬恕精神體現咗基督教文化中嘅救贖理念，亦都反映出受害者家屬嘅高尚品格。然而呢種寬恕係咪真係有助於正義嘅實現至今仍然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尹三龍喺2004年出獄時嘅表態，為我哋提供咗一個觀察犯罪者心理變化嘅窗口。佢話：我為佢哋帶嚟咁大嘅傷害，我知道我呢生亦都冇法補償。呢一種表態看似真誠，但係我哋必須思考嘅係，經過19年嘅監禁，一個人嘅心理狀態會發生點樣嘅變化？佢嘅悔恨係真實嘅，定係為咗適應社會期望而表現出嚟嘅？
從犯罪學嘅角度嚟睇，寶馬山案提供咗一個研究群體犯罪心理嘅經典案例。佢揭示咗喺特定社會環境下，普通人如何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淵嘅過程。呢個過程咧，唔係突然嘅，而係漸進嘅；唔係個人嘅，而係集體嘅；唔係偶然嘅，而係必然嘅。理解呢個過程咧，對於預防類似犯罪嘅發生咧，具有重要意義。寶馬山雙屍案對香港社會嘅影響遠遠超出咗案件本身嘅範疇，佢成為咗一個時代嘅分水嶺，標誌住香港從相對純真嘅70年代進入咗更加複雜同危險嘅80年代。呢宗案件唔單止改變咗香港人對安全嘅認知，亦都深刻影響咗香港嘅法律制度、媒體報導方式以及社會對青少年犯罪嘅態度。喺媒體報導方面，寶馬山案開創咗一個令人爭議嘅先例。當年嘅罪案資訊節目《繩之於法》直接播放咗未經馬賽克處理嘅屍體照片，呢一種做法喺今日睇嚟係唔可想像嘅。然而喺當時嘅社會環境下，呢種極端嘅報導方式被認為係必要嘅，目的係震懾潛在嘅犯罪者，並喚起公眾對治安問題嘅關注。呢種報導方式嘅影響係雙面嘅，一方面佢確實起到咗警示作用，讓更多人意識到犯罪嘅殘酷性；另一方面佢亦都可能對觀眾造成心理創傷，特別係對青少年觀眾嘅影響咧，更係難以估量嘅。案件對香港電影文化嘅影響咧，同樣深遠。佢被改編成咗多部電影，包括《香港姦殺奇案》同《等候董建華發落》。呢啲電影咧，唔單止記錄咗案件嘅經過，更重要嘅係反映咗香港社會對呢類事件嘅集體記憶同埋創傷。特別係《等候董建華發落》呢部電影，佢嘅主題係呼籲公眾關注未成年在囚人士嘅處境。呢個反映出咧香港社會對青少年犯罪問題嘅深度思考同人道主義關懷。從法律制度嘅角度嚟睇咧，寶馬山案暴露咗香港司法體系喺處理跨時代案件時嘅困境。兩名未成年犯罪者嘅刑期問題，從1985年一直拖延到1998年先至最終解決。呢個過程跨越咗香港回歸呢一重大歷史事件。呢種法律程序嘅複雜性同延遲性，不僅對犯罪者本人造成咗心理壓力，亦對受害者家屬同整個社會造成咗困擾。呢個案例促使香港法律界重新思考未成年犯罪者嘅處理機制，並推動咗相關法律嘅完善。案件對香港社會治安觀念嘅影響更係深遠而持久嘅。喺寶馬山案之前，香港人普遍認為郊外係相對安全嘅地方，年輕情侶經常選擇到山上約會或者學習。然而呢宗案件徹底打破咗呢種安全感，俾人們意識到危險可能隨時隨地出現。呢種心理創傷嘅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好多香港人喺選擇戶外活動地點時，仍然會考慮安全因素。寶馬山呢個地名本身亦都成為咗恐懼同創傷嘅象徵。更加令人深思嘅係，案件對香港同黨文化嘅影響呈現出一種矛盾嘅特徵。一方面寶馬山案嘅殘酷性震懾咗好多潛在嘅犯罪者，俾佢哋意識到犯罪嘅嚴重後果。另一方面，佢亦都喺某種程度上神化咗同黨文化，讓一啲青少年對呢種暴力文化產生咗扭曲嘅崇拜心理。呢種矛盾現象反映出媒體報導同社會討論喺處理敏感話題時嘅複雜性同危險性。隨住時間嘅推移，香港嘅同黨問題確實發生咗顯著變化。正如當年參與同黨電影拍攝嘅演員們所觀察到嘅，現代嘅同黨已經同80年代嘅同黨截然不同。科技嘅發展，特別係手機同互聯網嘅普及，徹底改變咗青少年嘅生活方式同埋社交模式。而家嘅年輕人更多咁樣沉浸喺虛擬世界當中啦，面對面嘅群體活動大大減少。呢個喺客觀上降低咗群體犯罪嘅可能性。然而呢種變化是否真係代表進步，仍然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雖然傳統意義上嘅同黨問題有所緩解，但新嘅社會問題亦都隨之出現，網絡霸凌、虛擬犯罪、社交媒體成癮等新型問題，可能對青少年造成嘅傷害並不亞於傳統嘅同黨問題。更重要嘅係，
現代青少年之間缺乏深度嘅情感連接，呢一種孤立狀態可能會產生新嘅心理問題同埋社會風險。2025年，翁靜晶律師爆料，主犯彭信義已經喺2016年出獄嘅消息再次將呢宗塵封已久嘅案件推到咗公眾面前啦。呢個消息引發咗廣泛嘅社會討論，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刑罰嘅目的同效果。30年嘅監禁係咪足以償還兩條無辜生命嘅代價？一個曾經犯下如此殘酷罪行嘅人，係咪真係能夠改過自身，重新融入社會？翁靜晶律師提出嘅質疑係有道理嘅。佢認為彭信義咁樣嘅從犯毀咗幾個同案一生，毀咗尹三龍、張有恒同嗰200人孩子及其家庭。30年嘅刑期相對於造成嘅傷害嚟講，確實顯得過於寬鬆。佢建議建立相應機制，向公眾交代犯下嚴重罪行嘅重犯釋放情況。呢個建議反映出社會對透明度同問責制嘅需求。然而，我哋亦都必須思考另一個問題啦：無限期嘅監禁或者死刑係咪真係能夠解決問題？從犯罪學嘅角度嚟睇咧，刑罰嘅目的不僅僅係報復，更重要嘅係預防同埋改造。如果一個社會只關注報復而忽視預防同埋改造，咁類似嘅悲劇仍然會重複發生。寶馬山案嘅真正教訓唔在於如何懲罰犯罪者，而在於如何預防咁樣嘅犯罪再次發生。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咧，我哋需要重新審視80年代香港社會嘅問題根源，貧富差距嘅擴大、教育資源嘅不平等分配、社會支持系統嘅缺失、價值觀念嘅混亂等因素，都為同黨文化嘅滋生提供咗土壤。雖然而家嘅香港已經發生咗巨大變化，但呢啲根本性問題係咪真係得到咗解決，仍然值得深思。現代香港面臨嘅挑戰與80年代有所不同，但本質上仍然係相似㗎。社會流動性嘅降低、青年就業機會嘅減少、住房問題嘅惡化等新問題，可能會產生新嘅社會矛盾同埋衝突。如果我哋唔能夠從寶馬山案中吸取教訓，及時解決呢啲問題，咁新嘅悲劇仍然可能發生，只係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當我哋回顧寶馬山雙屍案嘅整個歷程時咧，會發現呢個唔單僅係一宗犯罪案件嘅記錄，更係一面反映社會問題嘅鏡子。透過呢面鏡子，我哋睇到咗人性嘅複雜性、社會制度嘅缺陷，以及時代變遷嘅無情。呢宗案件提醒我哋，犯罪往往唔係個人問題，而係社會問題嘅集中體現。從個體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咧，彭信義咁樣嘅極端犯罪者嘅形成咧，絕非一朝一夕嘅結果。佢嘅暴力傾向、控制慾以及對生命嘅漠視，都係長期社會環境影響嘅產物。雖然我哋無法為佢嘅行為開脫，但我哋必須思考嘅係，乜嘢樣嘅社會環境會培養出咁樣嘅人格？如何喺早期識別同埋干預呢種危險傾向？呢啲問題嘅答案，對於預防類似悲劇嘅發生具有重要意義。從群體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其他4名參與者嘅行為模式同樣值得深入研究。佢哋喺群體壓力下嘅選擇，反映出人性中嘅弱點同社會教育嘅不足。點樣培養青少年嘅獨立思考能力同埋道德判斷力？點樣俾佢哋喺面臨群體壓力時，仍能堅持正確嘅價值觀？呢啲都係現代教育需要思考嘅問題。案件中最令人痛心嘅係2名未成年犯罪者嘅命運。張有恒同尹三龍喺犯案時仲只係10幾歲嘅孩子，佢哋嘅人生軌跡因為一個錯誤嘅選擇而徹底改變。呢個提醒我哋，青少年時期咧係人格形成嘅關鍵期㗎。社會對呢個群體嘅關注同保護咧，應該更加細緻同全面。我哋唔能夠等到問題出現之後再去解決，而應該喺問題萌芽階段就進行有效干預。受害者家屬嘅寬恕精神為整個案件增添咗一抹人性嘅光輝。佢哋選擇原諒而唔係仇恨，選擇救贖而唔係報復，呢種高尚嘅品格讓人敬佩。然而，我哋都必須思考，呢種個人層面嘅寬恕係咪足以解決社會層面嘅問題？正義嘅實現係咪僅僅依賴於受害者嘅寬恕，
呢啲問題咧涉及到法律、道德、宗教等多個層面，需要社會各界嘅深入討論啦。從媒體責任嘅角度嚟睇啊，寶馬山案嘅報導方式引發咗關於新聞倫理嘅重要討論啦。媒體喺報導犯罪案件時，如何平衡公眾知情權與保護受害者尊嚴之間嘅關係呢？如何避免過度渲染暴力細節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呢啲問題喺今日嘅社交媒體時代變得更加複雜同埋緊迫。案件對香港法律制度嘅影響亦都係深遠嘅。未成年犯罪者嘅處理機制、跨時代法律程序嘅銜接、刑罰與改造嘅平衡等問題，都喺呢個案件中得到咗集中體現。呢啲經驗同教訓不僅對香港嘅法律發展有重要意義，對其他地區嘅司法實踐亦具有參考價值。更加重要嘅係，寶馬山案提醒我哋關注社會嘅結構性問題，貧富差距、教育不平等、社會流動性降低等嘅問題。如果得唔到有效解決，就會為犯罪提供土壤。預防犯罪嘅根本途徑唔係加重刑罰，而係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包容、有希望嘅社會環境。喺全球化同埋科技發展嘅今日咧，青少年面臨嘅挑戰咧，同80年代相比，既有相似性，都有差異性。虛擬世界嘅誘惑、網絡暴力嘅威脅、社交媒體嘅壓力等新問題，可能會產生新嘅犯罪形式同社會風險。我哋需要以開放嘅心態同埋創新嘅思維嚟應對呢啲新挑戰。寶馬山案咧，仲提醒我哋思考記憶與遺忘嘅問題嘅。40年過去啦，呢宗案件喺香港人嘅集體記憶中仍然佔據重要位置。呢個說明佢觸及咗社會嘅深層神經。然而，隨住時間嘅推移同社會嘅變遷，新一代嘅年輕人可能對呢段歷史缺乏了解。點樣傳承呢啲歷史記憶？點樣俾年輕人從中吸取教訓？呢個教育工作者同社會各界需要思考嘅問題。最後，我哋必須承認，寶馬山案提出嘅好多問題，至今仍然冇完美嘅答案。人性嘅複雜性、社會嘅多元性、價值觀嘅多樣性，都使到呢啲問題變得極其複雜。然而，正係呢種複雜性，俾我哋嘅討論同思考變得更加有意義。我哋唔應該期待揾到簡單嘅答案，而應該喺持續嘅討論同實踐中，逐步接近真理同正義。40年後嘅今日，當我哋重新審視寶馬山雙屍案時，我哋睇到嘅不僅僅係一宗犯罪案件，更係一個時代嘅縮影，一個社會嘅寫照，一面人性嘅鏡子。呢宗案件提醒我哋，每一個生命都係珍貴嘅，每一個選擇都係重要嘅，每一個社會問題都值得我哋認真對待。只有通過深入嘅反思同持續嘅努力，我哋先至能夠創造一個更加安全、公正和諧嘅社會，俾類似嘅悲劇唔再重演。喺呢個意義上，寶馬山雙屍案嘅真正價值唔在於佢記錄咗乜嘢，而在於佢啟發咗乜嘢。佢啟發我哋思考人性、反思社會、改進制度、完善教育。呢啲思考同埋改進嘅過程或許比案件本身更加重要，因為佢哋關係到我哋共同嘅未來。肯尼斯麥布萊同埋呢可拉梅亞斯嘅生命雖然被殘酷咁終結咗，但佢哋嘅死亡並非毫無意義。如果我哋能夠從呢個悲劇中吸取教訓，如果我哋能夠因此而建設一個更好嘅社會，咁佢哋嘅犧牲就有咗永恆嘅價值。呢個或許係對佢哋最好嘅紀念，亦都係對所有受害者最深嘅敬意。多謝你收睇我哋嘅影片啊！我哋誠意邀請你，千祈唔好走住，繼續睇埋落去先，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嘅說話想同你講。不過講之前都請大家幫一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我哋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呢個 YouTube 頻道。焦點 FM TV 同埋其他子頻道未來將會一直製作更多實用而且具有價值嘅資訊。如果想進一步收睇更多，例如文章專欄、文字新聞同埋線上課程嘅話，請登入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免費註冊成為我哋嘅會員。我哋嘅網站系統每日都會自動向你提醒新嘅重要資訊。你可以睇到我哋嘅網站首頁右上角嘅位置就可以見到登入或者註冊。撳入去，你就可以用你嘅電郵地址啦，或者 Google account 或者 Facebook account 去註冊或者登入成為我哋嘅會員。過程只需10秒鐘嘅啫，快捷而且方便。由於我哋將會推出積分系統啊，所以越早登記，未來嘅積分就會越儲越多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仲有啊，去到我哋嘅網站喺首頁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已經開始咗焦點專屬嘅玄學家同埋健康專家名冊。只要入到去就可以一覽無遺所有焦點 FM TV 曾經合作過或者合作緊嘅專家聯絡方法啦。當然啦，其實喺每個專家嘅節目入邊，熒光幕嘅右上角大家都會見到有一啲嘅二維碼喺度嘅。其實大家只要掃一掃，一樣可以入到去每一位專家嘅網站專頁，亦都可以直接睇到佢嘅聯絡方法添。焦點 FM TV 邀請唔同嘅專家免費分享佢哋嘅專業資訊，從來都係承諾不會從中收取佣金嘅，因為我哋希望用最客觀嘅角度去為業界作出推廣，同時亦都對我哋嘅觀眾負上一定嘅責任。2024年嘅8月，我哋舉辦咗5週年嘅台慶網聚活動，參與人數接近200人。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嚟緊嘅8月同埋10月，焦點 FM TV 將會舉辦6週年台慶活動。活動將會分香港場同埋澳門場。今次嘅活動係首次實現港澳同辦嘅歷史性一步。詳情同埋報名方法可以睇返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詳細了解。多謝各位。影片到呢度咧，真正完結啦！麻煩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嘅焦點 FM TV 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多謝支持。